要不还是听医生的话，拍个片看看吧。我咳嗽几声就好了，一会儿让医生开点药，咱们早点回家。妈给你包饺子。你这快高考了，妈要把你照顾好啊。没事。医生，请我妈。董医生，不好了，快进来看一下。医生，我妈她。明明刚刚还好好的，不到1个小时人怎么就没了呢？肺部感染引发的细菌肺炎，外加心结，初步判断有长期的心脏病，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我不相信，我妈她身体一向很好的，1个小时前她还说陪我吃饭。进来吧。我妈怎么会死呢？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对不起，小姑娘，你赶紧处理你妈的后事吧。动人心，8年了，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哟，来报道的呀，刚好，急诊室缺人，哦不，缺人才。你是哪儿毕业的？你是谁啊？新来的。那我就先不进去了，麻烦你帮我把他送进去啊。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该怎么回禀董院长？他是董院长的儿子，只此一人，绝无分店，明白了吗？谢了啊，朋友。不，我们只能是敌人。最后8次然后主他并发症，让人在体内是分辨量的。8年的本部连读，成绩这么优秀，大城市应该抢着要啊，怎么会来到我们这个小县城当医生啊？当然，为了查实母亲去世的真正病因，我把高考志愿改为临床医学。8年的学习让我明白了很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是你抢救的不及时，缺少一个医生该有的责任心。怎么了？医生的天职在于治病救人，在哪工作都一样。你的心态倒很适合当一名医生。眼下急救科确实缺人，你知道怎么做一名合格的急救医生吗？我有1年的临床经验，心肺复苏、创作处理、麻醉技术，各种急救药物了然于胸。只是还有一个问题，想向董院长请教。说，病人的黄金抢救时间没多少，若早1分钟，病人就不会死；晚1分钟，病人却没了，算不算医疗事故？当年若你及时抢救我妈或许还活着。当医生确实要抢夺他们，但你说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医院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有个病人被耳癌、胸腔积液，且有职业肺病史，需要切管，情况紧急，只能您来了。怎么是你？行了，准备手术。我来。呼吸困难4级，麻醉准备，环甲膜切开。
注意秩序。10号的。醒醒！你手上的是12号。好了，咱们俩在大理自己明天表现一下，记得好，让你记得全都给9个。切口完毕，注意观察。一会儿我来缝合。好啊，就交给董大医生了。没问题，放心。什么情况8号，病人好像醒来了。麻醉师，你刚刚用的麻药剂量是多少？他说自己140斤，我就按体重来量。不闹，不是先生的体重吗？不好，注意吸痰。可是我没有准备吸痰器。我来。好了，没事了。林医生，来出去洗洗吧。加大麻醉剂量，防止病人在缝合的过程中再次醒来。董医生，你愣着干嘛？抓紧缝合啊！哦，好的。吴护士，缝合完毕后，马上安排病人再拍一个片子，查看出血点。知道了。新来的医生好大的架子，院长还在这儿。医生不需要拍马屁，只要医术好就行，是吧，董院长？行了，好好干活。是，请院长放心。手术这么成功，董医生就是厉害。我有什么厉害的？开刀的林医生才厉害。他呀，好大的架子，连院长的面子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吴护士，你拿错手术刀在前，耽误了给病人做检查在后，这是渎职。我这就去给病人好好检查检查。你不像新来的医生，那我像什么？像来讨债的。哎，说实话，你刚才下刀的动作很帅，一定师出名门吧？作为你的前辈，我应该向你学习，也欢迎你加入我们。怎么，瞧不起我呀？我只是实习医生，求表现中。那又如何？刚刚董院长可是很欣赏你的，只要你愿意，欢迎加入我们。想让我加入，有个条件，说来听听。我要留在董院长分管的急诊室。这急诊室的活又累又脏的，还没个时间点，你还不如选一个相对清闲一点的。我就要进急诊室。吃饭要认真，想什么呢？爸，你有没有觉得新来的林小鱼医生有些奇怪？什么意思？直觉。医生呢有直觉是好事情，有的时候可以判断病人的病情，但对同事就不能用直觉，要用真心。真心？林医生啊，虽然是实习生，但是他成绩上优，是个好苗子。你呀，要跟人多学习学习。爸，不如就把他留在急诊室吧。这是我最爱吃的，好吃的很，你尝尝。无功不受禄。哎，林医生，现在大家都是同事，能不能严肃之余来点活泼的？活泼不足，严肃有余。别这么不懂风情嘛。董医生，我在看病历，如果你没事可以去查房。李医生，你什么意思啊？
你竟然跟别人说我不敬业，我不就是递错了一把刀吗？一把刀，那叫手术刀，救命刀。手术台上医生护士的一个疏忽，就能让病人失去生命。那又怎样？董院长当时也在手术室，他都没有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多谢提醒，那我还真得当面跟院长说说这事儿，免得以后在手术台上被你连累。院长，你觉得院长会听你的吗？裙带还是海带？林医生，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没有什么裙带关系，更不用像海带那么难产。董医生，你怕什么呀？咱们两个在一起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你在说什么呀？我可没有胡说，咱们部门只要有聚会，咱们就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我们之间呀，更是配合默契，你主刀，我配合，在别人眼里，我们早就是对了。你别瞎说啊！但我们那只是打配合，那是……哎，打配合嘛，游戏之间打配合啊，叫做伙伴；同事之间打配合叫做协助，而这男女之间打配合嘛，叫做爱情。林医生，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的吧？明白，比黑白无常都明白。我啊，看透了。哎，乌梅，干嘛呀？让开！新来的，必须给你个下马威，否则就不知道我的厉害。林医生，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也不是乌梅说的那样，是误会。男女之间的误会，只需要解释给你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听，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啊，为什么要跟你解释啊？不对，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清楚。没必要，我不想被你误会。我没时间听。医生，快来帮个手，他快不行了。家属说一下受伤过程和以往病史。他自己在家里吃酒精锅，还喝了2瓶白酒。至于病史吗？他哪儿都有病，哪儿都不舒服，天天喊着这儿疼那儿疼的。有没有厌食症或者有一心寻死的念头？你这医生怎么回事啊？这只是一个意外，你不急着救他，反而问东问西的。遇到火灾，人最先自保的是脸，可他的脸部有烧伤，脖子上还有大块黑熏，这说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出逃，还有一心寻死的念头。你这医生胡说八道些什么啊？我们家有吃有喝的，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去寻死呀？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治他？不行的话，我们就转院。转不了了，烧伤的皮肤最忌感染，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感染，离我们这儿最近的2院有20多人。他都感染了，你还不救他？你得松开我，我才有时间抢救他。我跟你说，他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我一定投诉你。不配合医生问询，耽误医生抢救时间，你也有罪。请配合我们检查。作为医生，做好本职救治工作就行了，你何必惹家属？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家属都如洪水猛兽，你稍不如意就会引你一出医患纠纷。你没发现他现在的感染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吗？你不觉得奇怪吗？有烧伤就有感染，有什么不对？按理来说，一般烧伤最多到4级，可他的伤口明显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却已经出现了感染，这明显是家属有意拖延时间，而且他还有一心寻死的念头，你不觉得奇怪吗？就是。哦，病人休克了，护士，2毫升肾上腺素，快！乌梅，去准备血浆。不就是一个烧伤吗？准备什么血浆？大面积烧伤，并伴随着大量血浆流失，并有感染症状。患者出现烦躁、一时中倾，四肢温度有急速下降，这说明他之前有过大量的失血。他的体温确实低得可怜，乌梅，去。知道了。抖动基本没了，体温上升，一切回归正常。扩充了血容量，还是要加大观察力度。乌梅，你们护士值班要小心一点，防止病人出现肾衰竭。知道了。
他已经没事了。对不起，对不起，医生，我刚刚跟你说谎了。所以呢？其实他已经失业很久了，我们家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而且上个月我也失业了。我们2个人整天大眼瞪着小眼的，还有房贷，老家的父母和孩子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昨天吵了一架，我就把他扔在家里到朋友家里去，后来就……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他被烧伤的？他可能昨天晚上就烧伤了，发现他的时候都快过去1天了。难怪烧伤这么严重，不过还好挺过来了。你也要挺过来，老家的父母和孩子都需要你们。可是太难了，生活太难了。他吃医生的药已经快到3个月了，在失业之前他就吃了。或许他早就知道他会失业的吧，所以……你既然知道他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不好好关心他呢？既然是夫妻，为什么不好好爱他？爸，我妈生病了，吃了这么多药，我们应该送她去医院看看。一个黄脸婆，死不死的，活不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小雨，妈没事。可你吃那么多药，浪费钱呗。妈妈那么大把的吃药，爸爸不关心，我也疏忽了。所谓的家人和亲人，究竟有什么用？林医生，你没事吧？你心里有故事？这世上谁还没有点故事？谁还没有点过往？只要你愿意说出来，我就愿意帮你。也未必会帮忙，我也不需要。那我就先帮你一个我能帮得上的吧。啊！你带我去哪儿啊？连汤带面，加辣加醋，天下一绝，快尝尝。你不是最爱吃这家的板面吗？今儿妈给你点了个大碗的。妈，这一碗板面10块钱，要是买挂面的话，够咱俩吃好几顿了。你这不是快要高考了吗？不吃点自己喜欢的，哪有力气考试啊？快，吃吃吃。怎么，不想吃？林医生，你不喜欢吃这面，还是你哪里不舒服？请你离我远点，越远越好。请你离我远点，越远越好。唉，你想什么呢？这么出声。林医生今天状态怎么样？理你的你不关心，不理你的反而关心。他昨天不是抢救那么多病人吗？董医生，你不觉得林医生有点奇怪吗？他一来医院就好像专门针对你和董院长似的，你说他是不是仇富？别乱说。我可没有乱说，唉，就好好体会。林医生，准备下班啦？下班了。哎，对了，昨天那个烧伤的病人怎么样了？说是没钱治病，他的妻子呀已经给他提前办理了出院手续。哎，你说他妻子是真没钱，还是不想出这个钱？毕竟他男人烧得那么厉害。有些夫妻看似矛盾因钱而起，实际上心早就不在一起了。我觉得也是。快来了个大麻烦。别
病人情况、以往病史不知道，家属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哎呀，你看他的穿着就知道了，没人管他，因为没有家属，还是路人看他晕倒在路边，这才打的120。哎呦！疑似急性胰腺炎，需要住院观察。哎呀，不是吧？120的钱还欠着呢，这住院的钱还欠啊！要我说啊，你就别管了。于护士，推他进治疗室，抗炎镇痛，用我的卡先交费。哎呦，哎呦，病人心也不好听。哎，林医生，你这又是垫资又是买衣服的，不吃可不少啊。当年妈妈也是因为没有钱，不敢进医院。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问题，只是没有钱耽误。点滴打完了。是的，药物抑制了胰酶分泌后，他就不喊疼，也睡着了。李医生，昨天忙了一天，别累坏了。我来，你下班吧。路上吃。不需要。让病人进食24小时，若无事也可以出院了。知道了。好饿呀！谁能给我点吃的呀？我快饿死了。哎，你是那个拾荒？真好吃啊！我好久没吃粉粉了，我好饿呀。哎呀，算了，我也发发善心，不跟你计较了，给你吃吧。真舒服。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大娘！哎呀，大娘！哎呦，哎呦！病人是不是吃东西了？不是，我不知道是，到底怎么回事？有人看见吴梅给了他面包。催吐。是。我来。怎么回事？怎么办？病人昏迷了。肾上腺素1毫升。是。需要我做什么？你跟我出来。哎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他过来抢我的。作为一名护士，几号床病人什么症状，能不能吃东西，这些还需要医生嘱咐你。董医生，你医生的好凶啊！病人要是因为一点小病死在咱们医院，而且还是因为一块面包引起的，这件事儿传出去，老百姓还怎么看待咱们的医疗水平？李医生，你说的对，但是吴梅她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犯了错可以不管不问。算了，我跟你们说不着，这件事儿还是交给董院长处理。哎，李医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我刚转正，如果这件事情让院长知道的话，我肯定会被开除的呀！求您了。哎，林医生，就再给吴梅一次机会吧。怎么，董院长这下不严，董公子还想走后门？算了，林小鱼，我不求你了。知道你来医院没安好心，你一来就欺负董院长，欺负林医生，现在来欺负我。那你说说，我哪件事说错了？林医生，你听我说。林医生，你听我说。他好面熟。哎呀，表姐，你怎么可能会认识林小鱼呢？是出了你的冷血洞。真的是林小鱼？你真认识他？病人现在情况稳定，你何必对吴梅步步紧逼？他当初考进来也不容易，也吃过苦头的。
吃过苦不代表能对工作不负责。你的心到底什么做的呀？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我的心是石头，你是热的，它就是热的；你是冷的，它就是冷的。董医生，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什么事儿？李医生，他确实是来针对你和董院长的，因为他不是来工作，而是来调查他母亲去世真相的。李医生，能谈谈吗？公事儿现在说，私事儿再来海明那个小姐。那就公事私事一起说。我问你，你为什么进这家医院？什么意思？我不是说。医生，刚错人。什么情况？以往病史，家属在哪里？别管我！别管我！先生，请好好配合我们，不然你失血过多非常危险。我要杀了他！他骗我！他骗我！谁骗你？来，跟我好好说说。我女朋友，她是个骗子，她骗我。那你说说，她为什么骗你？她是个坏女人，世界上最坏的女人。她不爱我，报复我，现在又离开我。我诅咒她不得好死。止血，包扎，送她出院。你这么快检查完了？手上一点伤而已。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故意闹这么一出自杀，就是为了挽回你的女朋友吧？你也不是好人。女人在你眼里都不是好人是吗？既然如此，那你又何必缠着人家不分手呢？啊！你这个医生，我看你不想活了。万一他醒了，投诉你怎么办？最瞧不起男人对女人的侮辱、束缚以及不负责任。你好像对男人充满敌意。这世上，我只对3个男人充满敌意，包括我吗？林医生，你为什么进这家医院？你还没告诉我。无名的表姐已经告诉你了吧？我林小玉之所以重回这里，来这家医院找你爸，就是为了查清8年前我妈去世的真相。什么意思？如果你害怕，那就去找你的院长爸爸开除我。跟我来。医院里所有来过的患者档案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查，看看你母亲当年进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少了2016年的档案？会。让我想想，我想起来了，2016年发生微伤，烧了这么巧，那还有一部分呢？转移的时候丢失了。都是8年前的档案，全丢了。董医生，那你让我来查什么？工程计吗？对不起，我真的忘了那年发生过一场火灾。我看你不是忘了，你就是故意的，故意让我查不到，故意逼我让步。我逼你？那对我有什么好处？不是对你，是对你父亲。我父亲？你父亲就是当年那个主治医生，是他的责任，是他害死了我妈。你为何如此武断？我爸是个有医德的人，他不可能害人。这就要问他自己了。你真的了解你父亲吗？爸，你真的了解你父亲吗？妈刚去世，难道我爸就家外有家了？还没休息啊？等你。有事情？我今天看到
你和一堆母子一起离开医院，他们是谁？你说小海和他妈妈，那个孩子是个心脏病患者，我是他的主治医生。这有病不进医院，还让医生出去出诊吗？你怎么跟我说话呢？爸妈刚走不到1年，你怎么能跟他？越说越不像话，懒得跟你解释。先天性心脏病，这孩子病得很严重啊，已经2天没有复查了。董医生，你看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心脏病可不能小瞧。请问董院长在吗？怎么了？我儿子害怕来医院，昨天麻烦董院长去家里跟他诊治，然后董院长说今天必须来拍片子，但是一进医院门口他就开始喘个不停。快去那边病床上。心部 X 片心电图显示心脏有所明显好转，不用担心了啊。谢谢你，董院长，要是没有您，我儿子恐怕早就……没事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林医生，这个病人以后由你接手。看，你们董院长真是好人啊！医生诊断病情还需要时间呢，何况是人，千万不要乱认好人。我警告你，不许污蔑我爸，不许说他坏话。你是怕了，还是帮我找到证据了？相反，什么也没找到。我爸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急什么？林医生，你要是再这样阴阳怪气的，我真的会让院里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录取问题。董公子开始人权利压人了。董医生，一会儿下班了，可不可以一起吃个饭？上次的事还没谢谢你呢。你保证书写得好，与我无关。不过饭嘛，可以一起吃。吃不了。林医生，我看你是嫉妒我和董医生在一起。吴梅，因为你让急性胰腺炎患者多住了1个礼拜的医院，现在要出院了，你不得有所表示吗？林医生，感谢你买的衣服，还有你给我垫的钱款。顺手的事儿。大娘，您在医院的钱呢，我们已经全给你免掉了。这个钱你倒收着，这是救助基金给你的营养费，回去好好休息。谢谢。我这院住的有吃有喝还有钱拿，让我怎么说好啊？十分感谢。大娘，因为我的失误让您受苦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这大娘，这个钱你应该收着，他也应该给。林医生，你给大娘垫付的钱，我让财务已经给你批下来了，一会儿到办公室来取。哎，我也捐了红包的，不一起报了吗？我有事出去一趟，钱在桌上，自己取。妈妈当年就是因为心脏骤停，她研究这个做什么？心脏骤停的多发原因是心脏疾病、创伤、窒息、出血，也会导致心脏骤停。妈妈没有冠心病，没有外伤，也没有溺水，来的时候好好的，更没有出血。就是因为你没有用心打私人电话，才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急诊室所有人员马上待命。刚收到最新消息，承丹化工厂爆炸，40余人受伤，马上就会送到咱们医院。大家做到以下2点：一、及时判断重症转移、轻症包扎，为诊室争取时间；二、市里的领导都在看着我们，都要在这个时候给我和石医过电话，听明白了吗？明白。去吧。
小兄弟，我先帮你消毒。你要谋杀我吗？快帮我！等一下，你怎么做到的？这叫疼痛转移。病人全身烧伤，当然疼痛难忍。他用力抓你的头发，是为了转移自身的痛；我去按压他的穴位，也是为了转移他的疼痛。他自然放手了。高手在民间。外面胸部排骨片全是外伤，需要处理，谁来？我来。咬牙忍着，不行，这样很会留下疤呀。现在处理疤痕有很好的药膏，会很快的帮你修复皮肤。太疼了，不要动了！救护患者，你抓住我，我怎么给你治疗？来，疼的话，掐我。我疼，我不知道，你不要动我。清创完成，吴护士给他打消炎针。你滚过来。看不出来你还挺英雄啊。男人嘛，他保护女人是第一责任，保护美女更是一马当先。夸你几句你还嘚瑟上了。哎呀，疼！他跟着我们跑了一天，又是运病人，又是诊治，还给病人做心理疏导，一刻不得闲。毕竟是60岁的人了。哎，林医生，你来了，一直在等你呢。等我？今天你俩都辛苦了，给你俩开个小灶。爸，你身体也不好，干嘛跟我们两个忙活到这么晚？人手够了。每件事只要经过我的心，我就一定要把它办妥当，不然我呀吃不下。睡不香。小鱼啊，吃。哦，我不吃辣。不是，这就是普通炒青菜，哪来的辣呀？你医生怕是累糊涂了吧？我也不喜欢吃青菜。没事，你看看你还想吃点啥，都可以点。小鱼啊，我知道你是个尽心尽责的好医生。且又是医术非常好的苗子，我已经向院方申请，尽快通过你的实习期。我也代表院方，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不行！你俩分到矛盾了？啊，没有。董医生对我有意见，所以他不希望我留下来。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是怕我的水平超过你。到底什么原因？你应该清楚。你俩是在闹矛盾，还是在恋爱呀？哎，好了好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不过问，我只祝福啊。董院长怕是误会了，我现在和董医生没什么，以后也没什么。不吃了，我还有点事儿。哎，等一下，你这忙活一天，一口不吃哪能行呢？这样，服务员，打包，来来，打包打包。妈，我不吃了，要迟到了。你一天不吃不行啊，我给你打包好了。谢谢妈，去吧。小月，
他好像有点不开心啊。爸，其实他怎么了？他就这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哦，对了，爸，2016年那场大火，医院档案全部被烧了，有没有月份？你问这个干嘛？2016疑点档案存证。他跟着我们跑了一天，又是运病人，又是诊治，还给病人做心理疏导，一刻不得闲。毕竟是60岁的人了。哎，等一下，你这忙活一天，一口不吃哪能行呢？这样，服务员，打包。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医生，只是偶尔失手，我该原谅他吗？案件的1分钟后，不知情人身后去世，被人家属拒绝事件评理。从你母亲的档案来看，病发突然，应该与我爸无关。跟他无关？怎么可能？你知道他那1分钟在干嘛吗？他在手术室外打电话，也就是说那1分钟是他耽误的，是他害死了我妈。你怎么知道这1分钟是我爸耽误的？那年我高考，我妈说陪我吃饭，中途她说她不舒服，我陪她去医院，我亲眼看着她走进急诊室，也是我亲眼看见董仁星走出急诊室接那个私人电话，时间刚好1分钟。你应该知道，1分钟的心脏骤停完全是可以。不可以！对于病人来说，1分1秒都是黄金时间，可他却错过了那1分钟。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然我爸不会要求尸检。对，我妈去世后，她确实要求我尸检，被我拒绝了。可是我妈只是心脏病，没有别的病，明明就是医生的失职，凭什么让我妈走得不完整？林小鱼，你现在也是医生，说话要过脑子。疾病面前，任何一种可能都会发生。东塔利，既然你是医生，你就应该明白，医生现在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存的私心也越来越多，就像你爸接的那个私人电话。林小鱼，我相信我爸，他不是那种人，为了私心罔顾别人死活。你是不是冤枉？是不是尽责？我会查清。妈，你别看太早了，上哪到了？你的我这事我是认为不负你祖国的人，是你这颗奶子。哎呀，我儿子多亏了大家照顾，这点小心意还请收下。哎呀，您太客气了，每次来都大包小包的，这多不好意思。一点小心意而已，还请笑纳。这块饼干售价200块，你可真舍得。哎呀，林医生，你就吃吧，赵太太可是个大方人哦。对了，赵太太，还是像往常一样，让我帮忙把院长那份带过去吗？每次我给院长送啊，他都拒绝，多亏了吴护士帮忙，这次也得麻烦你了。不麻烦。那我就不打扰了，下次见。再见。他家这孩子呀，还真是全靠董院长支撑着，天生心脏病，耽误不得1分1秒。那总不能医院的资源全紧着他吧？听说孩子的爸爸和咱们院长是朋友，所以董院长对他是呼之即来吗？前几天董院长上门诊治，你不是也知道了吗？哦，还有，我记得8年前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心脏病，当时哭得憋不出来气，差点死了。那会儿护士长好像还给董院长打电话咨询来着。8年前，电话。那我妈不是这天，我们新科接电话，就是为了这个孩子，都帮他处理的活儿开会了。
上次的火灾救援，大家处理得非常得当，做到了让患者放心，让领导放心。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对对，赶紧办。好，我们今天开会的主题是由多家医院急诊室联合举办的急诊大赛即将开始了，明天将由我亲自带头，董大力、新来的林医生、吴梅、于护士一起参加。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上次比赛我们就是第一，这次也小菜一碟。董医生说的对，我听从领导安排。林医生，你有什么想法吗？刚刚董医生说是小菜一碟，我不敢赞同。在生命面前，没有老幼，没有贵贱，更没有亲远生疏。董院长，你说对吗？所以你是不想参加？不，我只是有感而发。林医生，你别闹了，这是比赛，不要带个人感情。有人在病人生死关头的时候带着个人情感处理个人事务，我就说点个人感受，不行吗？这事情还要查，你不要这么武断，容许上游吧。若是让我查出来是他害死我，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欢迎各位来到本次的仁爱杯急诊大赛。本次的比赛是命题测试，主题是应对突发状况的急诊急救。现在呢，在我们身后有3位需要急诊急救的病患，那么我们各方代表在用时最短的情况下对其完成救治的队伍将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好，那么接下来就看各位的。接下来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董院长，这次我们派来的选手还有些面生呢。他叫林小鱼，跟我们医院新来的，我非常看好他。林医生，咱们抓紧时间治疗吧，比赛结果有可能与时间计算。先救命后治伤，这是大家面前的救人原则。你感觉哪里不舒服？有没有出血点？我头晕。你说你头晕，可能头被砸到了重物，引发了脑震荡或者出血。把医疗箱拿过来。有颅脑外伤，面色苍白，保持呼吸道畅通。抬起来，抬起来。意外伤。比赛剩余时间还有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刚才统计了一下各院的用时情况，医院总共用时24分钟，仁爱医院用时20分钟，中医院用时20分钟。按照时间来算的话，中医院和仁爱医院用时持平。那是不是说我们2家医院打平了？刚才是实战，现在我们考下别的。每家医院派出1名代表出列回答问题。我要说的是，遇到天灾，在座作为1名急诊医护人员，你们应当如何分配救助伤员的时间？出血者为重，内伤者次之。我认为内伤更重要，必须先诊断内伤患者。头部为重，四肢为次。有伤在外者，我们肉眼可见；没有伤的才更难判断。我认为，在天灾中，哪怕是未受伤的人，也要及时安抚，防止出现焦虑不安和失眠、恐惧等心理变化。你的意思是，心理治疗也很重要？对。这位同行说笑的吧？天灾面前，伤员都救治不过来。就是，先保命要紧。他不会是个新手吧？外伤可医，内伤可查，唯有心理的伤才最难治。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好，比赛的最终结果出来了，获胜方是比赛的最终结果出来了，获胜方是
仁爱医院急诊科，恭喜他们！林医生厉害啊！下面开始颁奖。董院长领导有方，让我们有请董院长讲几句话，好不好？好。首先，感谢我的同事们，你们辛苦了，因为你们的付出，才让我们平凡的日子里闪出一道光。每个康复病人的笑脸，就是对我们医护人员最好的回报。每次我们的付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支持。在此，我仅代表院领导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背后的支持者。身为医护工作者，我们要时刻的牢记，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患者来说都是生存下来的希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住他们的希望之光。董院长不仅管理有方，医术还是首屈一指。大家有什么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请教他，机会难求。我有话要说。要干什么？我没有什么想向董院长请教的，因为今天我要揭发他。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敢问董仁心医生，在你从医几十年里，你是否有为你的每一位病人争取过黄金抢救时间？敢问董院长，在你成为医院领导后，你是否对某一位普通病人都是保驾护航，还是只针对一些特殊群体？这可是自家后院起火了呀！说不定是领导贪污被检举了呢。人家医院可真有意思，前脚领奖，后脚自己人打起来了。哎，你现在上去，只会让院长更尴尬。林医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有什么话可以直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谁跟你是一家人？林医生，有话好好说。董院长毕竟是你的领导。好，那我就请问董院长，8年前，我母亲郑小妹经由你手抢救时，你可曾全心全意，可曾为她保驾护航？你是郑小妹的女儿？你是不是觉得她死就死了，至于真相，永远都不会被揭开？你误会了。误会？那是我误会你接诊时在外面私接电话，只是为了救治你一个老朋友的孩子，还是误会你多年一直深受病患的礼物？这么劲爆，这可是大瓜呀！仁爱可真是个笑话，没想到内部如此的乱。这医生是个人才啊，敢于检举。回答我！你母亲的事情，我很遗憾。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查证，只是你当年一直拒绝尸检，我一直难以下判断。你还想强行为自己辩解是吗？那件事我陪我妈妈一起进急诊时，她一切正常，就连你档案里写的也是一切正常，就1分钟，人就没了，而那1分钟，你在接私人电话。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抢救妈妈生命线的那1分钟是被你耽误的，那算不算你失职？是。看这院长慈眉善目的，想不到竟如此不负责。那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就被他的1分钟耽误了。这种人应该抓起来坐牢。你们搞什么？住嘴！董医生，别着急，先听听院长怎么说。既然你说你失职，那你说我妈的死跟你有没有直接关系？你让我在高考前1天失去妈妈，你让我含着泪写下答题，你让我在这8年的求生生涯里充满仇恨，你把我和我妈的人生全毁了。这种人当什么领导啊？简直就是医疗败类！赶紧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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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下台！下台！你们下台！你们下台！下台！下台！你给我回答，给我真相！
董院长不会有心脏病吧？快救人呀！爸，爸！你害死了院长！医生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动病人，这是做医生最起码的准则。这个林医生看起来是个新手。你让开！不许靠近我爸！我不知道他有心脏病。我爸为医院殚尽竭虑，为病人从无半点私心。不是你进医院用心就不单纯。为了进仁爱医院，你先是利用所谓的医术迷惑我爸，接着利用他的信任参加这次比赛，然后趁机对外说那些莫须有、不定论的事情。你就是为了报复仁爱医院。原来还有这样的雷气。这个林医生看起来也不简单嘛。可怜了董院长，一辈子的脸面被他一巴掌打没了。坚持一下，我马上回医院。于护士，快开车过来。是啊，他没事吧？林小鱼，要是我爸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董医生，别着急，心脏科主任亲自主刀，院长一定会没事的。我难过的是，我爸爸他明明每天大把的吃药，我没有关心他，我还天天怀疑他。没事，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林医生，这里没有你的事，请你离开。你不能走。我倒是想问问，你有科学证据，说我爸错过那1分钟时间，你妈就能救活？还是说你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如果你妈多了那1分钟的时间，她就能活过来。董院长怎么样了？他帮我申请了救助基金，做了手术，他可是好人啊。是啊，他帮助过我。院长他可是好人，上天一定会保佑他的。当初我的命就是院长整整12个小时的手术救下来的，他是我的再生父母啊。董院长怎么样了？小海妈妈，你放心，心脏科主任已经在为董院长做手术了。要是王院长还在就好了，他是心脏科1把刀，当年也是他帮忙才救下了我刚出生的儿子小海。小海妈妈，你是说刚出生的小海是之前的王院长救的？对，后来王院长调走了，就让董院长关照小海，如今已经整整8年，所以董院长也是我们小海的恩人。可你不是经常送给董院长礼物吗？没想到我只是送了你1盒饼干，你就怀疑我给董院长送大礼，今天就让大家一起来作证，我没有送礼。可那天你明明让吴梅代送，我亲眼所见。院长还收礼吗？我每次请他吃饭，他都不去的。现在不送礼，不会安排好医生，也不安排最好的时间。董院长真的收礼了？就是这个，我亲眼所见，是你代送给院长。林医生，这个礼盒确实是我送的，所以董院长确实收礼了，才会对小海这么关心，不是吗？你就是这样看待董院长，在我面前夸你医术高超，没想到你心思竟如此狭隘。自己看吧。知道咱们这里有。林医生，这误会啊！光误会怎么行？害得董院长差点丢了性命，得道歉。董院长是我见过最用心也最人心的医生，别说他不收礼，就算他收礼，作为病患家属也心甘情愿。林医生，这次应该由你向我爸道歉。对，必须向院长道歉。董医生不好了，院长他不行了。爸，大林，我尽力了，但院长心跳断断续续，不清楚原因在哪。但若再这样昏迷下去，怕是……主任比咱俩专业，还是听他的吧。你想让我眼睁睁看着我爸去死吗？董医生，你冷静一点。冷静？现在躺在床上的是我爸，你让我怎么冷静？想让董院长活命，就不要错过1分1秒。妈妈当年就是因为心脏骤停，她研究这个做什么？心脏骤停的多发原因是心脏疾病、创伤、窒息、出血，也会导致心脏骤停。既然没有创伤、烟腻、窒息和出血等症状，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某种药物使他心脏骤停。他平时除了救心丸还吃什么药？我爸有一点高血压，还有高血脂。主任，是否可以进行催吐？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想折腾我爸？你想让主死吗？护士，打催吐针。林小鱼，若我爸有个3长2短，你就是杀人凶手。我没有耽误1分1秒，反而是你一直在左右我的判断。你敢说你当真是为了我爸好吗？院长怎么吃这么多药？爸，院长的心跳恢复正常了。林医生厉害呀！院长稍作休息，以后少吃药，或者吃药时间分开些，别一把一把的吃，那样对肠胃和心脏都是一种压力。爸，没事吧？林小鱼啊，你来了，小鱼啊。你母亲的事情，我郑重的跟你道歉。当年是我的失职，没能抓住那1分钟的黄金时间，对不起啊。人死不能复生，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救了我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心脏骤停，还出了那么多的选项，却唯独忘了药物的作用。你什么意思？8年前你母亲来就诊的时候，之前是否服过药物？这么多药啊！妈妈现在腰疼、腿疼，心脏还有点不舒服，这么都吃了，也放心点。我明天就要高考了，你怎么把我喊回来了？就是知道你要高考了，才特意把你喊回来的，带你去吃点好吃的。别人的妈都是担心自己孩子没时间学习，你倒是担心我没时间吃饭。我女儿这么聪明，年年都是考第1的，妈妈才不愁呢。吃吗？快睡。好了，走走，咱们去吃饭。在进急诊室之前，我妈确实吃过药。爸，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爸，你是医生，我也是。明明你的病只是前期有点高血压而已，你可以控制，但你偏偏……爸，你每天吃的药不是治高血压的，只是普通的补药，对不对？高血压、冠心病，延误治疗就会发展成心脏病，这些我能不知道吗？但我必须得这么做。所以你让自己确认这种病，想用自己的生命做活体实验来证实8年前的黄金1分钟为何会让一个病人失去生命？那是我的一块心病啊，1分钟1条命，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身为医生，我必须要找到原因。所以你就用自己的生命来证实8年前。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你为什么不对他说真话？为什么不告诉他，当年那个电话到底怎么回事？那个电话到底是打给谁的？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隐瞒了？那个电话是打给我妈的，你满意了吧？我妈也是那天去世的，临死前我爸在救你妈，而我妈身边却只有我。董院长，我不知道这些。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那我妈呢？临死前连自己的老公都见不到最后一面，你对她的责任心又去哪儿了？还有，你用自己的生命做活体实验，成功了，但你的身体也彻底垮了，你知道吗？活体实验？因为你当年拒绝尸检，
我爸因为查不出真相，就故意拖延自己的病情，故意让自己心脏骤停。后面的事儿你都知道了。董院长，你如果我的死能换来医学的进步，也值了。而且你做的很好，是你救了我，我还要谢谢你呢。不是这样的，是我应该谢谢你，我也对不起你，不该当众。都过去了，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向全院全同行发出解释信，但是我不会再留下来，我辞职。如果你愧疚，你就好好的对待每个病人，好好的在我手下做个医生。看什么看？也欠我一个道歉的。对不起。仁爱医院以后有你们，我就放心了。紧急情况，急诊科准备。